好，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来到大叔聊故事。灿叔，故事不是用说故事或讲故事，为什么我们要用聊故事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边说故事边聊一下里面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文化的细节呀，也中国人怎么想呢啊，还有背后的寓意呀啊。我觉得要纯粹只是说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就只是一个故事嘛，我也学不了太多东西呀。所以大叔们想聊一聊，聊一聊，对。对，在聊故事之前呢，我想跟灿叔分享一下，我最常听到外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老师你好，我的中文马马虎虎，我就说啊，马马虎虎，马马虎啊，虎，当然我们听得懂，而且会觉得哎，你们说话很有趣，很有意思，对对对，马马虎虎，就像英文的 so， so，对。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马马虎虎是有故事的啊。所以真的吗？我都没如果你觉得听说过马马虎虎还有故事啊。对啊，不过真的有故事，而且这故事其实很有趣，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马马虎虎就是随便啦，差不多啦，还可以啦的意思啊。好，那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这个画家画的图非常的好啊，但是他有一个个性跟习惯，因为他作画很随便，他虽然画得很好，但是他画得很随便。他有时候作画的时候随心所欲，想到哪就画到哪，不按牌理出牌。这不是天马行空吗？天马行空，但是天马行空有好的天马行空，也有不好的天马行空，它是属于不好的那方面。那有一天，有一个人请他作画，他要买他的画。那这个画家就问他说：“你想要我帮你画什么？”这个人说：“我想要你帮我画一匹马。”好，那这个画家呢，就开始画马的头。那因为这个画家是天马行空，不按牌理出牌，然后又有点随便，所以当他画完马的头之后，他就开始画老虎的身体。啥？就是马的头，老虎的身体，老虎的身体那这个想要买画的人看到这个画家是这么随便画，他不要了，我要的是马。不要了，你这是什么东西？对啊，你怎么给我画马的头，老虎的身体呢？对啊，这个马不像马，虎不像虎，所以这个人就不买了。那这个画家还是觉得自己画的不错啊，可以啊，他就把这幅画挂在自己的客厅里面。也忒自恋了，是不是？太自恋了。对，自恋了。对。那这个画家有2个儿子有一天，大儿子来到客厅，看到了这幅画，那他就问爸爸说：“爸爸，爸爸，这幅画到底是马还是老虎？”他跟大儿子说：“大儿子啊，这是一匹马。”大儿子点点头说：“哦，原来这个动物就叫做马，长这个样子对。后来没有多久，二儿子来了，爸爸，爸爸，你画的图到底是马还是老虎？”然后画家就说：“这是一只老虎。”这个爸爸不靠谱。对所以因为他个性很随便，那后来有一天，大儿子外出打猎的时候，在外面看到了这个马，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马是老虎诶，爸爸告诉我马是老虎，他就拉起弓箭，人家的马是很贵的，把人家的马给射死了结果呢，这个画家就是缺心眼，我跟你说。对，那这个画家呢，就花了一大笔钱赔了人家马把人家的马给赔了，花了好多好多钱对，好，那又过了几天，二儿子外出打猎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老虎。结果呢，大儿子想起爸爸说的这个是马，所以呢，他以为看到的老虎是一匹马，他就很开心的骑上去，骑在老虎身上，结果就被老虎吃掉了。吃掉了，对不对？对，好，那这个画家知道了小儿子被老虎吃掉之后，悲伤不已都怪我没有把马跟老虎讲清楚，对所以大儿子呢把马当作老虎，然后二儿子呢把老虎当成马，对，结果呢大儿子要赔钱对对，二儿子就没了，就死了，他悲痛不已，所以呢他马上就回到客厅把那幅画烧掉了，那最后呢这个画家有讲一句话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了他说了：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
长子依图射死马，次子依图喂了虎。草堂焚毁马虎图，奉劝诸君莫学吾。吾就是我的意思对，不要学我所以我是对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对大儿子有点疑惑。按道理你都能射猎的这种年纪了，你竟然马都没见过吗？对，所以其实这算是一则故事了，对，就是引起我们的这个趣味。对，然后我觉得其实马马虎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是的，就是其实也凸显了这个中国人做事的一些态度我记得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我知道，应该是胡适写的吧，我有点忘记，好像是胡适写的。它里面就是说中国人做事就是这样，差一点点没关系啦，多一点点也没关系啦，所以慢慢的中国人好像就有差不多先生的称号。对，那其实包括这个成语马马虎虎都是跟我们讲说，其实马马虎虎的心态是有一点要不得的，对，差不多的心态是有点要不得的。其实这个东西也让我有点想法，就是这个心态我们当然会觉得马马虎虎要不得，对，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但是呢其实是我可以说一下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就是我家人，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其实有些事情对有些事情会放过，就觉得无所谓。比如说我们家里就是在回老家县城里那个家，他那个推拉门那块，就是阳台外面那个推拉门那块，它有点坏掉了。但是我爸妈的话觉得也无所谓，就这样吧，也不去修，也不去找人怎么样。家里还有之前天花板上面有些好像是漏水或怎么样，他们贴了一些胶布在上面，就很随便。还有地板上就有些那些有洞啊什么的，他就铺了个垫子在那而已。就是你感觉他们会马马虎虎差不多无所谓。但是呢，这个心态要看你是怎么看的。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都有两方面。一方面你会觉得做事情怎么这么不认真，你就不能好好把这做好吗？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是发现这是他们的人生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一个智慧，就是一种松弛感，无所谓了。对，我们不用太在乎这些细节，其实对我们生活影响不大。那假如我们所有的细节都需要那么抠，你会很累。但是因为他们毕竟也活到60多，快60岁了，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会觉得有些小事情不用那么在意，有些大的事情原则性的问题他们很在意，比如说要做生意啊等等，有些东西他们会很讲究这个细节，他们会觉得生活中有些小事情不必那么刻意在意，也无所谓，因为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注重细节，看到会比较难受，所以我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直以来是这么一个人，有些小东西我不是那么在意，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小事情特别的纠结，然后会觉得很累、很焦虑啊。我是这样觉得，任何这个性格都有两方面，有好的方面，有不好的方面。对，就看你怎么能把好的方面多一点点，发扬的多一点点，坏的方面往下压一点点取得一个中和会比较好。对，其实我们有时候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对？对。那这个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点呼应了这个中国人的心态，是看到有些事情可能你看不顺眼，但是并不会很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你大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没关系啦，对当做没看到，没关系是的。那不过我觉得现在中国整体在进步在改变，我觉得差不多先生跟这个马马虎虎类似的故事。其实也在我们的生活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做事不要太马虎。是的。那我觉得的确也体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行为处事上。我们现在做事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努力精细了。大家最明显看到就是很多电视节目，比如说选秀节目啦，那种那个舞台之精美。是的。这个每一个小地方都不会打马虎眼。每个小地方都很讲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某一种角度，就像灿叔刚刚说的，东西都有好有坏。这个故事好像讲的是体现我们中国人的缺失的个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随着时间在提醒我们做事其实还是要精细仔细一点。是做事情呢一定要精细仔细一些，它其实更多是做事情方面，你要比如做一些工作呀等等方面，学习呀等等方面。但生活里头可能有些东西它因为很复杂，我是觉得生活就会比较复杂，它有些事情你要完全的
太去细抠一些东西会很累。所以我觉得当中国人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当你做事的时候，你要把这些故事当作警惕。对对，当你在平常为人处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太计较，对，不要太教条了，我是觉得。对，马马虎虎一下就好了。所以一体两面就是这样，是做事还是不要变差不多先生。是的，但是行为处事上有时候你不要过于计较，不要过于挑剔。对啊，马马虎虎一下也没关系，没关系啊。就像你学中文，你一开始说的马马虎虎很正常啊，没有关系啊，不要太计较。但是学习中文的时候呢，就不要马马虎虎。对啊，说中文的时候马虎一点点还好，你在练习嘛。对啊，所以我们我觉得我们要聊的也是这一点，做事有时候一体两面，是的，不要太计较，也不要过于松弛。对对，就是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了。对，我们这个中文常说中庸之道，道理就在这里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单元，下次再见喽。好，对，要记得评论哦，拜拜，拜拜。